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系统哥。马上我们将会随着万叶以及可莉的复刻进入原神 2.8。与此同时，原神官方也在 2.8 的前瞻预告上面放出来了须弥的地图片段以及草生的语音，所以我们都知道的是 3.0 就在眼前了。今天这个视频，我将结合原神现有的战术体系以及实战的逻辑，跟大家一起来好好深入探讨一下原神的游戏设计以及其背后的逻辑，一起梳理现在，展望未来。我们首先来聊一聊马上就要复刻的两个角色之一，风原万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也是 2.0 时代标杆级别的辅助。而在强度社区里面，如今风原万叶不夸张并且客观的说的话，很多人已经把它视为温迪的上位人权卡了。在他身上有很多可以讲的地方，很多可以讲的设计，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他跟四风套几乎看起来是绑定设计那样的。今天这个视频我也将进一步深入去展开圣遗物的设计，给大家解剖圣遗物设计其背后的逻辑。首先我们先聊一聊风原万叶本身的配对吧。目前而言，风原万叶的强度上的巅峰配对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答案。来，5秒钟的时间，5、2、1。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随着你的刻度很显然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对于刻度比较低的玩家可能会回答万达国际，因为在低命队伍里面万达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果是刻度比较高的玩家的话，答案多半会变成神鹤万星，全满命12命的 DPS 巅峰。永动队不仅能够提供非常安逸的输出环境，同时随着神鹤的加入，林华的永动队队伍也多出来了一个小爆发的选择，在满命满金的情况之下，让这一套阵容显得更加的合理了。但是记忆力好的观众一定记得我在神鹤上线之前这样说到，如果要拼竞速上线的话，神鹤万星这种队伍是很好限制的。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反手就可以设计一个方位大转的深渊，让神鹤万星这种输出曲线本质上仍然集中在大招的队伍吃瘪。然后当你回过头来一看，你就会发现神里加神鹤打竞速仍然不如多河。而在7个月后的今天，在神里林华完成了复刻之后的第1期的深渊，米哈游就送上了大礼，就给大家完美的演示了一下我当年的思路。就在原神还在 2.6 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听到有不少人这样说，下一期说是针对神里林华，但是回过头来一看，你们会发现下半仍然是神鹤万星打得最快，可谓是充满了信心。但是今时今日，你会发现在下半的竞速之中，神鹤万星已经直接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啊，也很考验游戏理解。我可以跟大家说，问题绝对没有大家在表面上面看的这么简单，甚至跟万叶是息息相关的。你可以把视频停下来3分钟思考一下，为什么下半不适合神鹤万星？考虑到第2间的剑鬼以及第3间的铁块，这些不是神里林华的老熟人了吗？那么问题在哪里？我想很多人一开始可能会归咎在第1间的冰炉子上面，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冰炉子一丁点儿都不重要。非常显然的一个事实就是，确实如果你使用原版的神鹤万星，非要带着星海去攻克的话，你会发现必须用星海的水母以及平 A 先把冰元素给清理掉，这个非常浪费时间。但是考虑到第2间的剑鬼以及第3间的无相铁，这些都是属于不可冻结的 BOSS， 所以打从一开始，星海其实就不可能会出现在竞速队伍里面，因为星海在第2间、第3间的贡献显然是不如班尼特的。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Texa 的神鹤万般下半60秒的3连打，大家可以看到神鹤其实是一个重击就把第2个小宝给做掉了。其实要打竞速的话，那个冰炉子甚至还没有冰附魔的机会，因为如果带班尼特的话，神里林华的大招是出伤足够快的，能够迅速秒掉第1只小宝，冰炉子甚至还没有机会作妖，战斗就结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所说的那个所谓的冰炉子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的。那么就有一点奇怪了，因为下半的3连打除了第1间的冰炉子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冰抗性、冰免的干扰因素了呀。那么为什么账面 DPS 巅峰的神鹤万星会在下半玩不通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竞技的这个概念，因
因为打竞速的终极目的不是能不能满星，而是你能不能比别人更快，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更快。而事实是，原神 2.7 出现了一个打破了平衡的角色，那就是叶兰。虽然接下来讲的可能很多东西是设计高命的角色，但是游戏设计的逻辑是不分高命和低命的，大家要看清楚其机制以及本质就好。在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神鹤万星以及万叶之前，我们先来大致的总结一下这一期深渊竞速的大景观。我最近竞速项的视频做的比较少啊，一方面是因为我分身乏术，高命项和低命项的视频要一起做的话，难免时间上是肯定有一点吃紧的。其次就是随着黑榜5连打这种比较有公信力的榜单消失了之后，老实说竞速社区的参与度也大幅度下降了，大家分开着发视频要去找也很麻烦，5连打也退化回了3连打，又变回了无限重开的时代之后，那可以说的东西老实说也变少了。跟我一样有很多曾经在黑榜5连打上面冲分的竞速玩家，现在也是热情越来越低。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带着胡桃去打竞速，然后在3连打的过程之中发现胡桃在无限触发6命，大家不觉得这个有一点奇怪吗？这仿佛就好像是在看球赛，然后一个教练看到自己的球员特别疲惫，叫了个暂停，比赛就可以延期到明天那样。如果这是可以被允许的话，当年沙娜绝对不可能让2个日本玩家追上自己的，他当时亏就亏在胡桃的6命难出分嘛。我先跟大家大致说一下现在的情况吧。在这一期的原神硬核竞速社区，下半的竞速除了不能带叶兰的干预之外，就只剩下叶兰以及叶兰的队伍了。我跟好几位黑榜5连打前排的玩家探讨了一下，我说不上叶兰的情况之下，你有信心打进50秒吗？就不包括干预队啊。结果普遍的答案都是说很难。所以目前叶兰的强度有没有比其他角色拔高一个头？我想答案很显而易见的。我的观点跟我在叶兰的硬核篇视频里面说的一模一样，很多玩家默认叶兰必须0命加西风弓就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了。事实上0命的叶兰加上精炼1的专武，那个造价并没有高到普通月卡党完全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稍稍做一做规划，本质上叶兰就是在普通的月卡玩家范围圈内出现了数值膨胀的。我们且不说绿箭航丘在输出火力上面没有办法碰瓷弱水叶兰，弱水叶兰20秒8个球，而绿箭航丘呢22秒5个球，这里就已经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了。而满命满金的情况之下，之前小皮不是做了一个全满命全满金的角色单挑4人血量古岩龙息的视频合集吗？大家可以看到叶兰的单人火力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比现在的满命满金的5星主 C 的单人火力还要高的情况，直接就拉开了一个身位的。我当然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体验满命满金的叶兰，所以有些东西说出来还挺抽象的，但是事实是在这一期下半的深渊竞速里面，这种高 DPS 需求的场景下，仿佛不带叶兰已经不配参加竞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竞速社区甚至一度看到有玩家们在争论是不是应该把叶兰给 ban 掉。现在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原生社区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叶兰的统治力有多强。现在前排除了融化干预队之外，就是叶兰变着法子带着不同的角色去接力嘛。在一开始我们还可以看到类似于叶兰、胡桃再加上神鹤的比较奇怪的接力队，神鹤万星玩不通了就来跟叶兰打接力了。然后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最快的队伍就变成了其实跟之前也一样，只是单纯的神鹤换成了皇女。也许有人就会觉得挺奇怪的，怎么菲歇尔身为一个4星角色居然入队替换掉了满命的神鹤？因为皇女使用的是满金链的终末阶探之师，给胡桃提供了更多的火力支持。这个思路其实是更正确的，因为如果你要去打5连打6连打的话，你胡桃是不可能堆到300爆伤的。如果胡桃的暴击率要在正常的区间的话，队伍里面多一个满金终末的使用者，很明显才是更健康的出分手段。更细的我就不说了，这一队下半3连打是压到了45秒的。我就说大白话吧，其实就是神鹤一开始被逼到去打接力了，然后到了后面甚至居然还被菲歇尔给拆掉了。这些其实就是原神的组队非常巧妙又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不深入这些脑洞，我们回到一开始的主题吧，那就是神鹤为什么一开始被逼到去给叶兰打接力了。我在前面也稍稍暗示了一下，这个跟万叶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是因为神鹤万星启动太慢了，怪物分成2波，方位一旦大转，你会发现神体灵华在吃满拐的情况之下，明明
明也是可以一刀秒掉大宝的，但是就是比其他的队伍在第一间就慢了一大拍。融化干鱼队在第一间可以最快打到6秒钟，这个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班尼特跟秦是属于脱手型的大招，他们可以在一个回合之内给2波元魔上火，这让干鱼可以在6秒内解决2只大小宝。这个其实连低命的融化干预都可以还原一个大致的流程，但是神鹤万就是得10打10的万叶蹦起来一次，进行增伤减抗，才能确保打纯色伤害的神里灵华可以一个重击解决战斗。所以在这里神鹤万星其实是在第一间就已经出师不利了。因为篇幅的关系，后面2间我就随便说一下吧。单纯的就是因为神鹤万星本质上还是超级依赖大招出伤害的，很多人在云满命的时候有一点过分高估神里神鹤的重击能力了。因为在第2间玩家需要面对的是剑鬼，那么在打进第2阶段之后，神里灵花就必须通过大招把剑鬼直接干掉。那么第3间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会发现灵花在狼狈的充能，然后通过普攻跟重击，你会发现 DPS 完全跟不上。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听起来很魔幻，12命的神鹤居然 DPS 不够，事实上就是如此。在无相铁出现第1次攻击模组之前，你必须把它直接打缩血，否则你就很难跟其他队伍竞争。像 Texa 那样把能量攒下来，通过普攻跟重击慢慢把剑鬼打死，然后开局对无相铁放大招，调整一下元素爆发释放的时间点，是个相当不错的妥协思路。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说白了就是，如果先铁快后剑鬼的话，第3间你面对剑鬼傻傻的坐在地上，神鹤就可以上去白嫖充能，进而掩盖队伍的输出还是大幅度倾斜在大招上面的这个缺点。但是米哈游就是给你们安排的死死的，第1间给你来个方位大转，第2间第3间再给你来个恰到好处的大型 BOSS 顺序，这个设计上可谓是一环接一环，把我之前提出来的假想通过刷新方向，通过组合顺序，可谓是直接进行了完美的还原。这一次的竞速社区让我细思极恐的地方是，难道他们甚至还有关注高命竞速吗？这只是单纯的误伤吗？还是说米哈游的设计组甚至在非常巧妙的控制高命竞速的风评？因为在这一次深渊之前，高命的神鹤万星是没有遭受过什么深渊的设计挑战的，然后也产生了很多人对神鹤12命的巨大的憧憬，结果一复刻了就对吧？我不知道啊，是不是他们甚至还有留一个心眼在竞速社区。反正这一次深渊的布局啊，是顺手就把高命的神鹤万星启动慢的问题给暴露了出来，而相对的夜兰启动就可太快了。对于神鹤万星而言，启动慢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我想聪明的观众看到这里其实或多或少内心也察觉到了，其实就是风原万叶，是万叶启动太慢了。这个听起来有一点不可思议，因为事实上在目前为止，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把万叶视为启动慢的角色，他只要上窜下跳就可以增伤减抗，甚至还能聚怪，应该是非常方便才对的呀。我想此时可能有一部分的玩家会这样说，董哥你说的都是竞速，我们又不打竞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万叶就是启动不慢。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也没有问题，似乎看起来竞速本身是争分夺秒的，才显得万叶启动慢了，而普通玩家只需要考虑满性的问题，那么这些奢侈的烦恼似乎就不是烦恼了。但是这种想法很显然游戏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的表面。在聊完深渊竞速之后，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更硬核的阶段，董哥的剩余物启动成本论。什么是剩余物的启动成本呢？我想很多人此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类似于宗室4件套那样的剩余物，在释放元素爆发之后，全队的攻击力提升 20%， 没有这么简单。在这里我提出剩余物的启动成本分为2种，第一就是条件成本，第2就是时间成本。大家要认真听，这种总结肯定会系统性的改变大家从此看待剩余物的眼光。我们就举个例子，就比方说是4风套，它的条件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能够说出来，那就是扩散对应的元素，这个就是剩余物的条件成本。而时间成本呢，这个就有一点复杂了，因为不同的角色穿4风套的时候，它是产生了不一样的启动时间成本的。我之前不是这样说吗？在纯水队里面，砂糖跟万叶的差别是相对而言比较小的，因为前面3个队友全都是追踪式的对单攻击，他们压根就不需要所谓的聚怪，这也就导致了当你切万叶出来补4风套的覆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万叶就上窜下跳就把其中一轮的水箭给浪费了，但是砂糖却没有类似的担心，他只要切出来平 A 一下就触发4风套了，顺
顺便还可以把羽箭给 A 出去。这个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这样被圣遗物的启动时间成本给拉近了。怎么样呢？你们听懂了吗？即使不在竞速的环境之下，你都会发现万叶启动4风套的这个时间成本本身也有可能会成为一种阻碍的。而事实显然还没有这么的简单。但是在我们进一步深入之前，我们再对比一下另一套4件套圣遗物盘岩4件套，为什么至今为止这一套开服初期就存在的圣遗物会如此的拉，会如此的冷门，刷的人也比较少呢？结合我前面的圣遗物启动成本论，我们先来说一说条件成本吧。4风套要求触发的是扩散反应，而盘岩4件套要求的是触发结晶反应，而且同样都是对应元素。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那就是这两套圣遗物其实要求的都是岩系以及风系的签名反应。你只看条件成本的话，这两套圣遗物居然是没有拉开差距的，是属于同一档的圣遗物。那么很显然问题就出在了第二项时间成本上面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小号融化干雨的一段素材。以上来我们可以看到钟离老师在这里安如磐石，好不容易打开了护盾，自己吃掉了结晶，最后在一套正确的手法之下，低命的干雨直接轰出来了30万一件的伤害。当然这个跟深渊的总体 buff 也是有关系的，大家要记住弱水干雨尽量要选攻击力的 buff， 就打比方说40%的攻击力，那样的话里面的干雨带中立的情况之下，一件22、23万之类的是很正常的，就你算上天赋之后暴击率大概80的样子吧。很多人低命的熔干打不出伤害，单纯的就是操作流程不对，亦或者说配装不对嘛。手法正确，操作正确，要上6万的 DPS 是很简单的，但是想要还原这个手法，有时候在实战中是挺麻烦的。而其中体验最差的其实就是盘岩4件套。干雨其实是属于非常适配盘岩4件套的那种类型的角色，因为它是属于可以先手留元素的反应主 C， 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胡桃这么不吃拐，就是因为它是没有先手留元素能力的反应 C， 这也就导致了胡桃想要吃4风套、盘岩套都得带一个打火工具人。但是即使是干雨这样的设计，盘岩4件套用起来也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它结晶掉落的位置是随机的。干雨可以利用短蓄力给原魔上元素之后，钟离不慌不忙的安如磐石之后，认真看清楚结晶到底在哪里，走过去捡了之后再开启手法，这还算是体验好的了。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打比方说航球它必须用战技亦或者元素爆发来给敌方上水的时候，你会发现钟离上场就是手忙脚乱的，还得看地上哪里有结晶，又不能忘记平 A， 生怕浪费1秒钟的水箭。那天猫师傅给我推荐夜行双水加上钟离的时候，我就问他捡结晶你不会觉得很烦吗？他这样回答我说，那随缘吃啊，吃不到就算了。盘岩4件套的烦就是这种级别的存在。其实夜行还是稍微好一点的，因为随着夜兰的到来，它也是一个蓄力攻嘛，可以直接无条件上元素。但是即使如此，你发现钟离捡到结晶之后，夜兰上来跳个舞，航球也要 Q11， 然后星海再来一个深海的加护非常 perfect。 盘岩4件套的覆盖时间剩下4秒啦亲，所以在实战之中手法可能要换一换顺序，这各方面都挺麻烦的。这个干雨它好歹大招是脱手，它可以在手法开始之前先把大招甩出去，但是星海你不能够先开个大招然后再切钟离出来的吧。这也就是为什么盘岩4件套在有些队伍里面是更加尴尬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圣遗物的启动时间成本还是跟着角色的，像钟离这种要安如磐石，那启动起来就更慢了呀。就如果你要不开盾点按来找结晶的话，这个体验就更差了。如果要长按的话， CD 又长达了12秒，导致你甚至在很多的情况下不能切钟离出来中间补结晶，因为它 CD 又太长了。而岩系的角色之中，通用型的辅助又只有钟离一个人。我想来想去，也就凝光可能体验稍稍好一点，但是凝光的辅助泛用性真的不是特别的高的。所以到这里问题就很明显了呀，就是风系的角色穿4风套的时候，他们的圣遗物启动时间成本可以跟砂糖那样直接光速，也可以跟万叶那样稍稍墨迹了一点。但是最通用的岩系的辅助钟离穿上盘岩4件套之后，启动的时间成本却一点都不低，并且在实战之中表现非常不稳定，有时候你的结晶掉到角落去了，我就问你烦不烦？更要命的是，在实战之中你会产生一种紧迫感，你就想着快点吃到结晶，然后开始手法，不要浪费时间。因为原神的深渊机制本质上就是要跟时间赛跑的，所以
所以综合下来，你会发现盘岩四件套单纯的是它启动时间成本异常的高，才导致它远没有四风套这么的受欢迎。大家想象一下，如果米哈游设计一个大重力，点按直接出盾，并且产生结晶之后固有天赋一会把结晶吸到身上来，哇，那盘岩四件套马上就会成为神级别的圣遗物。但是有这样的角色吗？没有呀，米哈游自始至终就没打算给盘岩四件套设计一个相信好的角色，甚至一开始的重力它开盾的过程中还会被打飞，直接就变成了安如磐石也会归于尘土。所以我觉得挺好奇的，如果按照出版钟离的那种标准的话，那盘岩四件套你设计这种圣遗物来干嘛呢？你设计妍希就是为了衬托风系牛逼吗？有时候真希望设计小组在设计平衡性的时候稍稍带一点脑子。盘岩四件套都快进入合成台啦，它仍然还是被风套吊打的货色，再这样下去，下辈子都不知道有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说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万叶以及四风套本身吧。对比起盘岩四件套的话，万叶加四风套的启动时间成本看起来似乎并不算什么，因为普通的玩家并不玩竞速，就算面对大宝启动需要2秒，似乎也没啥不方便的。但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原神的环境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就在之前的几个视频里面，我这样提出过我的假想，原神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活泼、可爱、好动的原模，而在现阶段，显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判 3.1、3.2 有可能出现怎么样的原模，而预测终归也就是预测，总会有一部分对的，有一部分错的，这个就是交易员的本质。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从已经出了的寄存的原模们身上去暗中观察米哈游的设计思路以及想法。我觉得对于玩家们而言，其实问题已经是摆在眼前的了。你们觉得现在原神里面就没有那种活泼可爱好动的原模吗？他们已经在我们眼前了，甚至已经在做着俯卧撑准备热身了。难道你们觉得雷音权限跟大岩蛇还不够活泼吗？而圣遗物的启动时间成本在大岩蛇身上，我也看到了一些让我深思的地方。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当面对大宝这种光明正大的站在地上讨打的原模的时候，万叶别说在地上蹦个2秒钟，他就算在天上飘个6秒钟，我也觉得没啥问题。然而大岩蛇的出现却让我们硬核玩家圈子陷入了一次更深入的思考，因为它很明显是窗口型的原模。在活泼好动的敌人之中，有一类是特别恶心的，那就是窗口型的原模。什么是窗口型的原模呢？就是那种闪现的特别快，然后定期出现在你面前，允许你输出的原模。允许你输出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输出窗口期。那么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出现了呀，如果像大岩蛇这样的原模越来越多的话，它钻到地底下面有一大堆的无敌针，然后当它上来的时候跟你说只有6秒钟的输出窗口期，你最好快一点。那么此时此刻你的神里灵花冲上去，冰附魔切万叶出来，踏风看我让个2秒，然后你再切主 C 出来，神里流空大拿不下了，然后呢对方吃了1-2秒的双灭就不见了。怎么样呢？各位不打竞速的玩家们，血压上来了没有呢？意识到了问题在哪里了没有呢？有没有体验到时间启动成本期背后的奥妙呢？我在4个月前的视频里面说到，有非常多的资深老玩家都搞不懂为什么凭什么申鹤作为一个只能在兵队使用的增伤怪，为什么它的增幅跟风原万叶差不多？我当时跟大家阐明了最关键的一点，申鹤是无条件增伤怪，但是很多人只理解到了第一层，认为这个无条件是因为申鹤面对难以扩散正确元素的原模时仍然可以增伤减抗。那么你听到我说到这里，你可能就明白了，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的观众仍然只是明白了第一点，那就是条件成本，而没有注意到第2点，那就是时间成本。我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除了不需要扩散之外，申鹤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在大岩蛇上来之前，只要观察对了原模的动作习惯倾向，申鹤是可以提前落位，并且 EQ 等大岩蛇上来的。也就是说，对比起风原万叶在面对窗口型的原模的时候，申鹤是属于条件以及时间成本皆为0的增伤辅助，这种就是在设计上我们称之为战模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开头的时候我这样说风原万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指标性的人物，因为他跟四风套是几乎完全绑定的。我们通过四风套以及万叶，甚至直接可以展开完善的去讲解圣遗物启动成本论。
论。而关于启动成本论，我还有一些更有意思、更加深入的内容。根据我断断续续的观察，在过去半年左右，也有很多游戏理解还不错的玩家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万叶跟四风套过于绑定是共生死的关系的。然后反方就会认为，如果四风套不能用了，整个风系都记了，只要把所有的风系绑在自己身上，万叶就是安全的。那么结合我前面所说的圣遗物启动成本论，大家再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问题一我想问一下大家，真的没有先例吗？我前面也说了，结晶反应是岩系的签名反应。米哈游新出的原模在认结晶和不认结晶的天平上左右摇摆了一阵子之后，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结晶诚可贵，还是认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呢？空壳的机制设计是完全否定了岩系的唯一反应的，就是结晶反应，并且其他系的角色吃了结晶在身上，如果一戳就爆的话，空壳还不会发癫。恰恰是岩系的角色防御力很高，有可能会导致空壳这种机制打在他们身上，那个结晶护盾就没有爆掉，最终就导致了受伤的只有挪艾尔以及荒龙一斗这帮实打实的防御力高的岩系角色。所以呢，直接干掉整个属性的签名反应的机制有没有出现过？答案是有过先例的，并且这个机制也可以结结实实的干掉排岩四件套。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空壳上线之后，确定了空壳认结晶之后，有一大部分奇怪的结晶们在开香槟庆祝的时候，我不去提及这件事，单纯的是因为当时我更多的是在为岩队伤心懒得去回应这些东西。我是搞不懂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多结晶反过来在欢腾的。先例已经摆在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去思考下一个问题：如果搞扩散反应像搞结晶反应这样的话，整个风系会不会全部击掉呢？我今天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不会，绝对不会。参照我前面所说的圣遗物启动成本论，我们在这里设计一套全新的四风套。四件套效果在对敌人制造风元素的伤害之后，可以降低敌方的四色抗性 30%， 持续时间10秒钟。怎么样呢？看到了没有？基于圣遗物启动成本论，我们轻轻松松的就设计出来了一套新的四风套，让所有的风系角色一点障碍都没有，但是却刚刚好只拿捏到了万叶。如果以后有越来越多难以触发正确的扩散属性的原模的话，只要甩出这么一套新的风套，你就会发现其他的风系仍然活泼乱跳，而万叶的优势却会被大幅度的缩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并不认为搞扩散会波及到整个风系。而更加有趣的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套圣遗物好像在哪里看过呢？如果我们把这一套圣遗物改成在后台仍然可以触发，而基于这个启动成本的战模再把抗性下降为 25% 的话，有没有感觉很眼熟呢？有没有感觉像是哪一套圣遗物呢？这个其实就更加进一步的说明了我懂的东西，米哈游肯定是懂的，他们比我还是更懂原神这么一丁点的，大概多了 0.05% 吧。而我在前面所提出的、所总结的圣遗物启动成本论，很明显就是米哈游他本身在设计原神的圣遗物的时候所使用的基本原则。怎么样的圣遗物不需要启动成本，应该战模多少，他们是内心清楚的很的。所以要调整一下扩散反应的强度，进而限制万叶的强度，做不做得到？我前面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一个非常明白的思路了，做是肯定做得到的，只是米哈游有没有这个必要去做，有没有这个必要去专门的压风源万叶的强度，我认为是没有的。我在这里说一句风向不正确的话吧，万叶没有强到需要这样去针对。原神这个游戏已经有好几个角色享受过这种破格的机制性待遇了。关于风源万叶就我认为是不需要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事实上，我连 2.6 都劝各位普通玩家不要跳过温蝶，不需要的主 C 可以少抽一点，更何况现在的万叶呢？万叶拥有非常强的血
确认能力在大世界综合表现也是相当优秀的，并且在临命的情况之下，万叶所有的功能基本完整。可以这样客观的说，临命的万叶就跟星海一样，是属于那种泛用的多功能战术拼图，也是所有想要拓展自己 box 的战术丰富度以及玩法的强度党们的不二选择。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四封套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方法而已，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展开跟大家解释一下圣遗物的启动成本。现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之内都没有风系的角色，大可不必太当真，所以就算真的要出新的封套，我预计也不会特别的早。很多人问的现在抽万叶是不是太晚了，至少我是并不这么看的，各位结合自己的XP去做个抉择吧。原神的深渊有时候确实挺恶心的，两边都需要巨怪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哪些角色才在舒适区了。而原神这个游戏拥有强巨怪的角色，它实际上也就只有2个人嘛。很快一眨眼 3.0 就在前面了，原神新体系的主角们马上就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而随之而来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新的元素反应。而在战斗系统之外，新的大版本、新的世界、剧情以及角色的塑造，自然才是原神的重中之重。毕竟一个优秀的剧本对人物细腻的塑造，才是一款优质的游戏最坚实的根基。但是除此之外，也希望我们都可以预见到更多有趣的新体系以及新的机制设计。要知道，在我看来，原神的精彩自始至终有一半都是在于战术体系的摸索以及探索，这一些都是游戏的另一半的灵魂，也是我做视频的热情以及其中的缘由。而作为对过去2年的总结，在这里也希望我的高等价值论以及启动成本论可以激发大家对游戏设计的思考以及探索的兴趣。人生既是游戏，游戏既是人生。一键3连关注董哥的频道，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